有很多小兄弟跟窝窝说，他的色飞是老是空大，连甲虫也是一样啊。玩那克罗斯啊又难挑飞，叫窝推荐一个好用的打野。这个英雄上手超级容易啊，是刺客的这个典范啊 ，gank 能力超强。没错，就是我们曾经要 ban 的这位蝙蝠侠。这把不断刷对面的后排，让对面的反过得超痛苦，做到一个超神，带动全队的节奏。那在新版之中，蝙蝠侠到底该怎么玩、怎么出装、怎么用魔纹，好好享受吧。这里看到对面，我们直接滑动视角切对面的凡恩，一个大招上去，连招把他收掉。还有对面的这个貂蝉越塔冲过去，二技能飞镖再把对面的这个哥德尔收掉，还有对面打野洛克一并收掉4个，做到一个3连杀。看到对面的这个莫特斯蹲他一个大招上去，不断的打他，搭配队友把他人头直接收掉。看到对面蓝区直接隐形制裁，把他蓝 buff 偷掉。那我教大家呢不用学费，可是呢请在下方现在点个赞哦，大家，你的小小的点赞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支持，对，就是你哦，小兄弟。本节目没有人赞助播出。Hello everyone， 我是 Mad Team 的窝窝，这一次带来的是蝙蝠侠打野的实战解说。那如果你还没订阅窝窝的频道的话呢，请先订阅，要不然的话就失去一个叫你上 S 的方法。那如果你也玩过蝙蝠侠或者玩过打野，请在下方点个赞。那如果你是喜欢玩其他路、其他英雄的话呢，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你喜欢玩什么路、什么英雄。那窝窝的话呢，也会尽量出那个英雄的实战解说来给你看。那一开始呢，对面直接入野啊，那我们蝙蝠侠作为前期呢蛮强势的这个英雄，可以直接回包，让对面直接掉了3颗人头。那注意对面的打野也过来支援的状况之下呢，我们刚刚呢是先丢个2技能缓速他，让我们队友先刷起来，有个等级的优势。那这样的话呢，即便对面的打野来支援啊，也不足为惧。蹲了一波之后，我们还没上3等，对面的也是因为在前期不断反野的状况。那这里呢，我们看一下有没有进场的机会，开启大招，然后呢看到对面2技能丢对面的洛克，大招上去把对面2位打残。那这个时间点没有了技能，那我们的队友有的，那可以让他们来收这个对面的人头。那我们呢就直接去反对面的这个蓝 buff， 再加上对面的貂蝉也过来支援。我们没有这个大招的状况之下呢，很难去贴近对面，而且现在貂蝉改强了之后呢，他的这个生存能力十分的好，在前期那我们在没有进场机会的时候呢，不断的去刷自家的一些野怪，有机会的像我们刚刚那样，把对面的野怪、对面的狼 buff 也拿了，那洛克就会很难受。蝙蝠侠前期呢不用打得太怂，这里看到上路有集结，那看一下需不需要我们支援。队友已经把对面的这位莫托斯收掉的话呢，我们这里尝试把这个灵鸟也一并拿了，换取自己的这个经济，还有我们的最重要对面野区的视野。那在打野装方面呢，我们会出到打野刀。那如果是想出打野服的小兄弟，出2阶就够了。这里看到上路有集结，莫托斯不在的这个状况必定回包，蹲他一个大招上去，不断的平 A 把他人头收掉，然后顺便把对面的力量研磨，就是对面的这个红 buff 也一并拿了。出装方面呢，我们先出一个2阶的打野刀，然后呢鞋子方面，因为对面这一把有貂蝉有凡恩，那我们呢就可以做一个这个模仿鞋，
要不然的话，对面没有那么多控制啊。最重要的，对面如果没有貂蝉的话，蝙蝠侠这个英雄可以做跑速鞋，这里直接一个制裁，隐形的制裁，把对面的洛克兰不直接制裁掉，然后把对面的凡恩再收掉。这里呢，直接开启魔龙克德。刚刚呢，我们看到对面的这个凡恩，如果是带长线的话呢，尽量要小心点。如果窝是在对面用射手位的话呢，在敌人消失那么多的这个状况呢，带长线要很注意有没有人在蹲，要不然的话呢，很容易被对面直接 gank 一波。尤其是我们这个蝙蝠侠这位英雄，他在前期很厉害，超级的厉害啊！这个版本虽然少人用，可是它依然有它的价值在。只要这个英雄能够蹲得到对面的后排，基本上我们都是可以连招把它收了。那我们呢，在使用这个英雄呢，有什么心得呢？就是这个英雄可以给到对面的一些视野啊。如果你的辅助没有到就是你要的一个视野的话，你自己用蝙蝠侠也是可以啊，去自己拿到对面野区的视野。那对面也很难去察觉到你在哪里，不像奎伦啊。奎伦的话，它有影子，那我们这个英雄呢就没有的，而且它隐形，对面真的很难察觉。到对面出来了这个连右之戒之后，那就小心一点。如果看到对面辅助的话呢，尽量那就不要那么的靠近他。把对面的中路外塔拆掉之后呢，先躲开对面貂蝉的大招，然后一个飞镖搭配一技能，把对面的哥德尔先收掉。那这里呢，洛克还有技能，我们远程消耗他，等到自己有技能的时候呢，再搭配队友把他收掉。这里做到一个0换3，那我们呢就先回到这里看一下这个炮车。如果被对面整理掉的话呢，我们还可以蹲在这2个塔的中间，看一下对面凡恩还在不在。如果他在的话，可以直接收了；如果不在的话，就刷对面的野区。我们在增加自己的经济的同时呢，对面也在掉自己的经济，因为我们是在刷他的这个野区。对面哥德尔想偷这个魔龙，我们一个制裁把它拿掉。那击杀呢，很多时候都是为了获取对面地图上的一些资源。所以呢，如果你把对面的打野收掉，或者对面的魔龙路收掉，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拿一些很有价值的物件，比方说魔龙，比方说繁野，这些都是可以做的。那这里我们现在对面的红区呢，先蹲一波。看到哥德尔过来的时候，不太用切他，选择切一些，比方说凡恩貂蝉之类的英雄，再蹲这里一波，看一下有没有进场的机会。不要以为呢对面残血我们就可以呢直接越塔把它收了因为对面人太多。如果我们比方说刚刚的洛克残血，我们大招进去的话呢，就是必死无疑我们自己，所以不能够这么做，尽量在对面人少，我们单抓，对面不在塔内我们也可以收。如果我们有机会把对面塔杀，那才这么去做，要不然的话呢，贸贸然的塔杀，很有机会会把自己的风向又带给对面的一个让对面顺风了。那这里呢，持续的清理我们自己家的野怪之后，这个时间还不能做凯撒，因为对面5位英雄呢都是健在的一个状况。蝙蝠侠呢算是一个
不太需要很高经济啊，就能够打出爆发性伤害的一个英雄。所以除了打野之外呢，他还能够去做一个游走辅助的录像。那窝窝之前也有做过，他来打辅助，蛮不错的。给到这个小地图不断的滑动，先把对面的凡恩直接切掉，它是最重要的，先切它，然后再进场把对面收掉对面的第2位输出貂蝉，再收对面哥德尔，再把对面的打野收掉。我们这里做到一个2换4，我们自己做到一个 triple kill 3连杀。那继续蹲在这个地方看一下，因为对面还有一位莫托斯。果然，他出来想要守住这个中路2塔，大招直接打上去，把他人头再度收掉。那这把打了很久之后大概打了10分钟呢，就是把对面的3路高地拆掉，打了几波团战。那些时间先剪掉，因为这一把呢真的打得太长了。那我们这里把深渊魔龙克德呢直接先拿掉。那这个黑暗之翅呢，我们可以不拿，让我们的射手去拿。看到对面在这个蓝区，先隐形起来可是对面的哥德尔呢，哇，这个一个2技能就把我们的害牙打成1成血量，哇！再来他又打一个2技能，真的很痛。如果你出魔攻的这个哥德尔，那不过呢，这就牺牲了自己的坦度打起团战来就没有那么的有钱牌，那没有所谓。我们这里呢再把这个炎魔神凯撒直接拿掉。那我们先回个城，这里不用急着。那么赵静呢就要去打这个团战可以先等一等。那可是呢这个龙可以不要放的那么的快而且放的那么的浅的话呢，就会有点浪费掉这条龙，因为对面会很容易清理掉。不过没所谓没所谓，我们还是做好自己就行了。看到中路兵线差不多到了，那害牙的状况这个时间点不好如果这样的话呢，这一波能不能就直接一波呢就有点保留，把这个复活甲出了之后，再去预购一个最后一件保命装，我们的灵霜宝珠。大招还没有好，2技能先丢对面的这个洛克，丢了之后直接就把它收了因为这个技能还可以还速。那再度的隐形，看有没有机会呢，把对面的最要是凡恩切掉切掉它之后，直接把对面主堡拆掉，赢得这场游戏胜利。感谢大家收看，我是 Mad Team 的窝窝。喜欢影片的话呢，别忘了订阅、点赞还有分享哦。这一把拿到一个超神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